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离线玩家阿赖的频道，好久不见。今天我们邀请了我们的特别嘉宾啊，传了一期大火。今天视频的主角是三星 S25 Ultra、华为 Mate 70 Pro 加，以及我们的老演员 iPhone 16 Pro Max。三巨头聚齐啦。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？我这个 S25 Ultra 呢，它本身是一个台版的，然后我刷了一个国行的系统。台版的它刷了国行以后，和国行在使用体验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除了不能用卫星网络以外。那么今天我们就看看这3台真正的旗舰机在户外的表现如何吧。相关的流程以及设置我们会摆在公屏的某个地方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一定不要忘记了一键3连。那么接下来就开始今天的测试吧。先去饮个咖啡，走了。走了，你这个可以保修吗？保修不了啊。但港版的可以保修。我们3台手机的系统版本都已经更新到最新了。华为这次我们是没有用那个 NAS 了，因为有些游戏都玩不了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打王者荣耀吧。三星的王者荣耀它目前最高只支持60帧加极致啊，连90帧都不支持，怎么都开不了120。怎么都开不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就迁就一下这个还没有适配的三星吧，60帧加超清加智力最高的画质，负载非常低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打10v10吧。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亮度吧，华为遥遥领先，然后2个国际大厂差不多吧就。你把华为调到跟他们一样吧。我们本来要统一开6个音量，结果这个 iPhone 太大了，三星又太小了，我们只能被迫均衡一下了。可能是开的是60帧的原因，就是总感觉它这个游戏不是很跟手啊。三星的60帧我熟啊，我上大学的时候用的那个 Note 10 Plus 就是60帧。iPhone 感觉也非常的不真手，我的天，这60帧，没想到它今年还能再复现一下。现在这个画面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吧？你反应倒是挺我不快。掺和他们俩的事儿。朋友们啊，这个人啊，他有一个账号叫做国服第一马超，所以你现在玩的是什么？玩的是海诺啊，玩马超60帧根本玩不了吧？主要是现在体重下降了，玩马超就不行了，玩马超必须要有300斤。你在买 S25 Ultra 之前有没有想过它只有60帧啊？我有想过啊，每年都要1-2个月才会变成120。那你为什么还买呢？因为我不拿这个手机打游戏。哎，老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不测三星？因为副车才买的。这把打了12分钟，3台手机的网络和帧率都没有什么问题，只是60帧的有什么问题？这60帧需要我们眨眼补一下，好吧？那我们再开一把。我不用补啊，我这就是120帧啊。我已经受不了了，太卡了。iPhone 当然是没有开游戏模式的，我感觉玩了10分钟，这背面就有点温温热了。摸一下，就是摄像头下面。是有点温热嘞。啊，比我的要热一点。三星这个感觉没什么温度啊。对啊，华为也没有。对，华为也没有什么很多的温度。室内大概是一个10几度的温度吧。我们现在已经打了15分钟的王者荣耀了，华为还有100%。你呢？我还96%。iPhone 是98%，我天哪，等差数列。还是华为强啊，耗电。你认真的吗？核能电池是吧？打15分钟1格电不掉。真反串是吧？哎，我问你啊。你问谁？问你。问我那我问你，那你问吧。那我问你，那你问吧。2选1，你选谁啊2选1什么？Angelababy 还是迪丽热巴吗？你左右、啊。那我选迪丽热巴呀。你左右啊？能不能听我的问题啊？我说了，我选迪丽热巴呀。那她长得比较像吧，应该。你在说什么？你眼瞎了吗？那如果要你2选1呢？沉默吧。要你选呢？选了。2选1啊？你全都要是吧？我选我的手。这就是单身22年得出的经验。他杀16个，我16个助攻，怎么说？那怎么办啊？队友节拍队总得有人站出来吧？你杀16个，我16个。又一波了，你妈杀的狗巴16的，哪里傻杯吧你？第2把游戏打完了，也打了12分钟，现在华为还有98%的电。iPhone 是94。三星还有93%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测一下信号吧。我刚刚摸了一下3台手机，还是只有 iPhone 的背面会有点温温热，这2台都还好。看来这一次加强这个散热还是有点作用啊！你不是也加强散热了吗？为什么你还是烫？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视频啊，都是用微信自带的录的啊。可以看到就是他们3个的前置摄像头都是不太一样的。三星就是一个很小的前置摄像头 ，iPhone 就是灵动岛，华为这边就是3个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也不标注了，大家就通过这个来判断一下是哪台手机啊。发送啊，3、2、1点。好。哦，三星是第一个发的，哎 ，iPhone 也在处理，都是5G 啊，联通5G 啊，三星已经发完了。你为什么不用导啊？哎，用三星的就不需要。华为第2个开始发了啊！我不接受。好，可以。但是 iPhone 发的很快啊。我接受了。OK。华为还在转圈，哎，应该是那个经典的哦，它是边转圈边发。对对对。
那就是三星比 iPhone 要快，然后比华为要快啊。iPhone 的话就是输在了那个导出的过程，它处理了很久啊。我们现在在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啊，都是他们默认的浏览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比较暖色的环境下啊 ，iPhone 呢它是有环境色自适应的，这个屏幕就看着就是比较舒服一点。三星也开了环境色自适应，但是并没有很环境色啊。华为呢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啊。3、2、1点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速度。三星很快呀，华为也挺快的，这 iPhone 就不行了呀。iPhone 被夹击了。开了，我三星已经开了。我觉得 iPhone 只要中间不暂停就是赢，华为现在已经超过三星了。为什么卡住了？三星为什么卡住了？开早了，毁了。华为很稳啊，华为要下完了啊。这个5G A 怎么感觉是陷阱啊？华为下完了，下载确实厉害嘞。对啊。哎，华为下好以后，哎，三星也变快了，应该是被抢了呗，应该网络被抢了。iPhone 现在保3争2吧？哎，怎么说？没有机会。好，三星下完了 ，iPhone 其实也要下完了 ，iPhone 也下完了 ，iPhone 就比三星慢了5秒钟啊。我们现在在用电信卡打电话，用联通卡上网啊，3台手机 ，iPhone 呢就你看已经刷不动了啊。我觉得它可以直接退出这个环节了，因为它是双卡双待单通啊。然后补充一下，三星的抖音是60帧啊，我知道可以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开启全局120帧，但是我觉得普通用户应该是不会去用的。那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刷华为跟三星啊。不是，这个三星也是你的呀，也是这种内容吗？因为这是我跟你们一起开的小号啊。非常满意啊。华为和三星其实都会有那种加载，但是我感觉三星是要多一点的，频繁一点的。三星的卡顿是要稍微多一点啊。iPhone 就无网络可用。不要再 Q 我了。现在我们在用联通卡打电话，用电信卡上网啊。三星是5G A， 华为呢还是5G，iPhone 还是动不了。但是 iPhone 呢，如果你开启了那个智能双卡吧，它其实用同一张卡打电话，用同一张卡来上网的话是可以的啊。但这个环节它就不参与了吧，它什么都刷不出来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华为和三星啊，我始终还是觉得三星的会多一点。哎，华为出现了黑色的，哦，它出现了黑屏的加载啊，你这个也没好到哪去好吗？说了，这是跟你们一起测的时候才用这个号，而且你平时就在用吧？我平时都不玩抖音，要不要检查一下？不检查，都是假的。其实是都会卡，但是三星这边的频率还是会高一点，但华为出现了那种黑屏的加载啊。行吧，那就是这么个情况吧。现在我们已经使用了59分钟的手机了。三星是比较准的，它为它统一了桌面，华为这是没有桌面选项的。现在华为还有93%的电 ，iPhone 现在还有90%的电，三星此时还有89%的电。iPhone 的屏幕使用时间又是有点问题啊！我昨天晚上是充满电之后关机，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又是这样的了。反正这一代的 iPhone 就从来没对过吧？好吧，有可能是我一直插在充电器上的原因，但是我是关机的呀。你在这过来的路上又没有插在充电器上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用3台手机的高德地图步行导航走去朝能街。Let's go。你怎么一个人过马路啊？啊？谁过马路啊？你看，你往上走了。谁？不是我。3台手机现在都是默认的走黄兴中路呀。来，但是我们偏不就要走5一大道，看看他们谁反应快一点。来看一下3台手机的这个导航时候的亮度吧，好像感觉 iPhone 的好像要稍微的高一点哦。我在这里看，我是觉得华为是最高的，然后 iPhone 是中间的。三星呢刚刚还挺高的，但是这一下就降下来了，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。三星在刚才过马路的途中就已经规划了路线啊。当然3台手机的目前定位都是对的，但是华为跟苹果都没有规划路线。三星这么猛吗？其实三星只是把路线规划到了马路对面了，它还没有规划到5一大道上面。我们再走走看。往前走了几步 ，iPhone 也规划路线了，现在只剩华为了，那么我就拜拜了。5次1人往前走吧。好了，走吧，它终于好了。刚才走了2步以后，三星又重新规划路线了，现在是沿5一大道辅路的路线了。但是你是要回头走啊？华为跟苹果没有变化呀？什么情况？这么准吗？秒杀！你在这不要走动。我们俩走了，拜拜。你又被排挤了，这叫高处不胜寒。叫做什么什么马家环啊！他们2个去哪了？哇！
变了，iPhone 先变了。好。第二次华为又是最慢的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变道，我们就一起走吧。但其实 iPhone 规划绕道是这个小街里面的，跟三星规划的还不一样。对，我是往回走的路线。那其实这一下是 iPhone 会更灵敏一点。对。世界的喧闹与华为无关啊！往前走了几步，华为也规划了。现在3台手机是3个不同的路线啊，灵敏速度就是从右往左依次变慢。但我个人认为，华为目前的规划路线是最好的。而且刚刚其实华为的亮度还蛮高的，但是它又突然降下去了。现在是 iPhone 是最亮的，然后华为跟三星是差不多的。刚才走着，这个三星又重新规划了一遍路线，和 iPhone 是一样的，然后华为应该是在我们下一阶段的路线上了。对，他直接跳过了他们那一次调整路线的机会啊。我们马上要进入这个巷子的时候，三星又重新规划了路线，这一次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路线啊，它是非常的灵敏啊。那我要批评一下华为了啊，就是他错过了这里的路线，也又错过了中间这个路线，他直接让我直行在右转。但是三星亮度好低哦。对，你是不是手遮到后面那个啊？没有啊，但它这个导航是真的灵敏啊。它已经变了好多次了。对，所以你电才这么低是吧？我们在这个巷子里面又走了一节，华为才给我规划路线啊。3台手机在目前的导航过程中，它们定位都是非常准的，但灵敏度就是三星最高。iPhone 次之，华为总是慢半拍啊。现在地图是让我们左转，但是我们不小心走错了，都选择了直行，看看他们谁的位置最准。我说定位没变。我知道肯定是你的最不准。现在 iPhone 跟三星的实时位置都是对的，但是华为的实时位置还是在刚刚那个地方。那个拐角的那里，我们已经到错误的那个直线上了。那我往前走，你们别动了。好了。又是慢半拍啊！然后刚才走了2步以后，三星的定位错了，它直接定位到正确的路上去了，然后重新给我规划了一遍路线，这有点太灵敏了。我们现在还没到啊，这2台的实时位置是对的啊。刚才走了2步以后 ，iPhone 和华为他们也是刷新定位到正确的道路上了，也就是说三星它是更加的灵敏一些的。现在我们已经走到导航正确规划的路线上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让导航继续走吧。途中呢，我们再刷美团，看看我们中午在吃点什么。刚刚我们在这条路上边刷美团边导航啊，华为的位置就偷偷的给我卡了一下，一直显示我在左边那条街，到了墙里去了。然后要拍的时候它就跳回来了。现在中午快12点了，目前使用下来，我觉得华为的亮度是非常爽的。iPhone 也贼亮啊，不知道你觉得跟华为差不多？三星的话就一直比他们2个要暗一点。今天是个阴天啊，我觉得 iPhone 跟华为这个亮度是完完全全够用的。这个三星就有一点点不够爽吧？他还是看得清，就是不爽。什么情况？不是平常吗？怎么这么保守？我也觉得很奇怪 ，S24 Ultra 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子的 ，S24 Ultra 它非常激进的。现在我们来刷一下美团，看一下有没有加载方面的问题啊。3、2、1，开刷。我们都是用的联通的5G 卡啊。都加载吧，到底下，但是没有那个白色的。对，都没有那个白的。刷快一点，刷快一点，用力，大力点把它刷出来。我怀疑你在开车。我没有，你没有证据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真偷嘞，是真偷。你看其他2台，跟三星这个亮度比，可以了。怎么回事？它一竖起来它就变暗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敏感的，跟你一样。一天。你怎么知道啊？跟他的脸一样敏感。我们高德地图步行导航了36分钟，整个过程中呢是三星的表现最好啊，最灵敏，规划路线也最快，其次是 iPhone 啊，最后是华为，差强人意啊，勉强使人满意。亮度方面呢 ，iPhone 跟华为是比较高的，三星就是有点灵敏，并且亮度不是很高。对，而且三星的偏色好像也是最严重啊，就是侧看会偏绿。大家看啊，就这个屏幕啊，你看，就是三星从我们的肉眼上来看的话，它屏幕的偏色是很严重的啊。华为跟 iPhone 就会好一点。三星这个不仅仅是偏色吧，它那个亮度衰减也挺明显的。我们刚刚导航过程中还刷了15分钟的美团，现在是中午的12点09分，现在 iPhone 只剩75%的电了，华为还有79%，三星还有74%。你亮度还这么低耶？那没办法，我可以屏。我们今天到现在一共使用了1个小时42分钟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用百度地图的步行轨迹穿一下朝东街里的巷子，看看三星是不是还是最准的。我们现在这个阵型要是人体蜈蚣的话，我应该就是最惨的那个人啊。什么都想认说什么？我们就不能说点健康一点的吗？比如说什么老鹰抓小鸡啊这种，开始转圈了。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。回头路啊。哎，有个猫。哪里有猫？哦，这怎么到你家了呀？
到我家啊，请你们进去做客。来嘛，念一下嘛。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啊，你上次不是这么念的？我回家了。好好好。啊，西坝，什么呀？Don't take a photo， 西坝。这不是我的殖民地吗？你折你。又到了我朋友这家报我名字可以打8折的店了啊。Hello， 不要害羞吧，长这么帅。我们刚刚步行导航了10分钟，现在来看一下他们的轨迹，看一下起点，然后因为起点这个位置很开阔，所以没什么问题啊。然后是直行。我们是沿着这个路的右边走的，你看三星这边就还挺准的，三星好准。然后华为跟 iPhone 这边它都偏到左边去了，看到没？三星是一直沿着路的右边的啊。亮度又莫名其妙降下来了。对啊，但是你这个亮度真的太灵敏了啊！这一节倒是差不太多吧？哦，回头路华为这边是有问题的，它交叉了。好差。哇，三星好准啊！三星是最准的，你看这个位置，就是我们完全就是我们那个轨迹。对，就是这个轨迹。我们是包了一个那种椭圆形的跑道型的那种圈啊。咦，等会儿这 iPhone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在 iPhone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一个这个东西呢？虽然它在路上啊，但是它这个轨迹是不对的啊。对，其他2台就还可以。这一段3台手机就没有很大区别啊。但是三星的这个路就是最准的，看到没？因为我们肯定不会像这边这样子左右绕嘛。然后华为这一节也还可以啊。iPhone 这里就显得崎岖了一点，而且在转弯的这个位置。也是三星和华为会稍微准一点啊，你看 iPhone 这里就多了一个小曲折了，三星就没有，华为这边也没有。iPhone 可以看到它是在楼上的啊，其他2台是有一点点吧。华为最好。对，华为是最靠近路的。这一节是怎么回事啊？没有，这里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一下。但是它为什么会？这里是大韩民国吗？对呀。那你为什么会这么纠结啊？这一段三星准的可怕。iPhone 其实也还准的，但是华为这个地方就有点奇怪了。而且这里为什么会凸出来一块啊？对啊，后面这一节就大差不差了吧？那三星是真的准的挺可怕的，iPhone 是相对准的。华为呢，就有一些地方还可以，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其实都不是特别好吧。好的，现在是中午的12点50啊，虽然今天没有大太阳，但是现在这个阳光，包括说紫外线，其实还是挺强的。我们在这里来刷一个微博啊，我们先看一下它们的最高亮度啊，三星跟 iPhone 都是拉满的，华为还差一点，那我们把它拉满。拉满了之后呢，大家就可以看到，哇，就是华为是遥遥领先啊 ，iPhone 感觉是最暗的，三星呢是在他们中间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刷吧。iPhone 刷起来就还是那种80帧的感觉啊，卡卡的啊，对，明显会感觉会卡卡的。三星就非常的顺滑，甚至有点快了，我觉得。挺丝滑的，华为也很丝滑。现在显示只有8度啊，但是我感觉体感应该是10度左右吧，10度到11度的样子。就 iPhone 呢，你得这样子很短时间的快速的刷，你看它就会一下加载很多。你这样子正常刷它是不会加载很多的。在这种太阳下呢，他们的手动亮度拉到最高就是这个水平啊。然后今天呢，太阳也几乎没有。刚刚在我们步行导航的时候，其实亮度还是蛮高的，但在这种情况下，它反而就不激发了。以我们之前的经验呢 ，iPhone 在大太阳的时候它会激发的很亮，但是它不持久。华为看着最爽呀，我觉得三星也差点意思。之前华为在差不多的温度下呢，它是坚持了2分半钟，在太阳直射的情况下，它就降亮度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没有太阳直射，所以还是挺坚挺的这个亮度。好了，现在刷了差不多5分钟了啊，它们的亮度没有什么变化，跟一开始是一样的，就华为还是非常的亮，然后 iPhone 呢还是肉眼看上去最暗的。而且它很黄，因为它的这个环境色自适应是很明显的。三星呢就还是那个亮度吧，他们3台现在亮度都是拉满的啊。今天这个环境的亮度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的。说呀，现在我们来拍一下这3台手机的人像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拍呢？依旧还是我们的经典模特啊，经典的打卡的地方啊，来抱个帅吧。哎，在那边抱，在那边抱，我要这样子拍你，快点，快，我要抱帅，不是这边对着我，这样子，对，要帅，知道吧？要帅，朋友们要帅。你这不像是抱帅，像是拉屎。我看一下 ，iPhone 是125啊，你是1235对吧？那你也拍125，我们就拍3张好不好 ？iPhone 就是自然光啊，来抱帅，抱帅，抱帅，大家看一下他帅不帅啊？其他的我们都是默认的不动的。你为什么抱帅抱出了一种在监狱里的感觉啊？你是来拉屎的吗？哎 ，iPhone 的确实感觉在这种环境下会好看一点啊。我们再顺着光再拍一下啊。
啊，又有人在抛出来去了。OK， 你怎么有一种好像要找我麻烦的感觉啊？我感觉华为这个是不是虚化效果有点太明显了？哎，三星这个确实还 OK 嘞。看着挺自然的啊 ，iPhone 肯定是取景框看着最爽的。就是三星这个切到5倍之后啊，你看它这个后面的虚化，它会有一下子实一下子虚的感觉，就是感觉它那个算法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啊。我也不知道最终拍出来的是不是有的啊。拍拍花啊，黄绿，它也来拉屎了，逮着机会了是吧？1倍、2倍啊，三星有3倍 ，OK， 还有5倍，好，再拍一个10倍看看。我们还是一张长焦微距吧。都打10倍吧，因为他们焦段不太一样啊。我看一下这个三星，哎，等一下，它已经好像切换镜头了，我把这个微距关掉。华为才识别出来了花卉啊 ，AI 我们都不管，其他我们都不动。等一下，这个华为很夸张，有这么近吗？最近拍摄距离5米，我们把这个微距关了，好，超级微距已关闭。蜜蜂，哦，我天哪，吓我一跳！我的镜头里面突然出现一只很大的蜜蜂啊！哎呦我操！这太夸张了呀，这比三星那个夸张太多了。iPhone 感觉在这个环节就有点退出游戏可以啊，那好像只能够拍这么远，它才能够用到5倍啊。它在这已经切了，已经是裁的了。我们再拍一下这条街啊，现在中午人也不是特别多，什么焦段都用一下。iPhone 最多只能拉到25倍啊，那我们就拍到25倍吧。这个25倍我感觉已经不能看了，超广角还是 iPhone 比较广哎，三星的这个25还可以了，我觉得它长焦会比较稳一点。对。iPhone 那个感觉有点抖，红枫原色，你们觉得从这个取景框上看它原色吗？主摄还可以，我觉得 Mate 70 Pro 加上这个红枫没有之前我用 Mate 70 Pro 的时候明显哎，因为可能是因为它用的是 RYB 吧。现在这一车他们俩了，这个形状就挺像一个爱心的。华为的取景框帧率好低哦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我现在是长焦啊，华为的这个帧率感觉是有点低的啊。我们用百度地图记录了10分钟的步行轨迹，阴天下刷了5分钟的微博。再拍了20张照片，现在 iPhone 还剩58%的电，垃圾啊！华为还有63%，三星只剩54%的电量了。现在是下午的1点16分，我们今天一共亮屏了有2小时25分钟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坐地铁去吃饭了，好饿好饿，饿死了。可是他们要挨饿，饿不到你啊，会饿到你啊！今天地铁只有3站啊，所以我们去地铁站的路上呢，就先刷会儿现金流。现在开始小红书，我想刷抖音啊，我想刷抖音呢。看一下你的小红书，你小红书不也有吗？问题是我也不用小红书啊，我手机里反正有的就不用是吧？我手机里只有 B 站啊。好，大家知道它是什么成分了？看我一下。啊，好可爱。怎么这个眼睛在你脸上了？这个眼睛本来就是我的，我卖给他的。卖多少钱啊？就是原价卖给他的呀。我靠，你好坑啊！怎么好坑啊？你原价卖给他还不坑啊？我没带过呀，我们一起去买的。强行卖给我？没有强行卖给你，强卖。但是我戴这个眼镜感觉就好油腻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味儿了。刷了10分钟的小红书，现在换抖音。你开始了啊？太对了。一般。你的怎么就一般呢？没意思。看看你的，你的怎么还挺正常的呀？就是很正常。开始了。就是很正常。开始了。啊，你的是还正常。他的还是好看一点啊。要多修炼。你的也不遑多让吧。你挑一个你喜欢的，停住看。这个不喜欢。这个啊，这么多都不行。选上飞了呀，那也是。你真的是油腻，我发现。你选这个，想玩实体用。这个还可以吧？刚才我们刷了10分钟的抖音，现在我们来换到淘宝刷一刷。我们也准备下车了啊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刚才我们在地铁上刷了25分钟的信息流，然后目前呢，三星是剩余48%的电量。今天用了2小时52分钟啊。iPhone 剩52%，华为还有57%。哎呀，都快2点了，赶紧吃饭吧，空想已经饿得受不了了。你呢，不也饿瘦了吗？我还对呀。现在是真的去吃饭了。吃饭期间呢，我们就打金铲铲。三星跟华为呢都是只支持60帧加超清加极高的画质啊。下面6个我们是打开的。急兆呀，这么垃圾，我还支持至臻呢，迁就一下吧。哎，我的环境妆也不能开了。你干什么啊？他们俩上厕所去了，我看看我要把他们 C 位给卖掉怎么样？你升什么5啊你？轻轻松松干爆他俩。你们知道他刚刚干了什么吗？
什么都没占啊！老子怎么100滴血啊？我帮你连胜了。傻逼嘛你是！我什么都没占，你是本来就连胜的。放屁！我螃蟹，我真什么都没占啊！3个这个航母是怎么赢的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又不知道了？连胜福星呗。给你点了。我们拍着这个蓝星小 V 收到一个更新啊，它现在已经可以用 DeepSeek 了。你怎么就吃上了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也想吃。那你打完呀？其实我这把已经要输了，不用管它。我们今天金铲铲的负载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，因为它最高只有60帧，而且也没有开至真的画质。你想吃吗？想啊，我交际了呀。快点加入我，但我还拍照，这2个人还在激战呢。赶紧死，赶紧死，我受不了了。快点好不好？稳了稳了。我们2个等得很急，我们2个讲一下他们的坏话好不好？为什么不理我啊？算了，你们3个是一起的。你就是局外人，可不可以快一点？可不可以快一点？要看对面给不给力了。只有你活着啦，那你平时这个金铲铲真的是没少练好吧？很帅很帅很帅。你们2个高手怎么就没用了呀？现在随便玩的呀。不会玩啊。总得有人第一，有人落后呗。那为什么不能是你呢？那为什么不能是他呢？让他的呀。爱意满满，真的。最后一回合了，不是他输就是我输。好，怎么了？快，结束了是不是？输了。太好了。这把游戏打了34分钟，3台手机的网络和帧率都没什么问题。现在 iPhone 还剩38%的电，三星还剩37%的电。华为还有45%的电。哎呀，菜都上齐了，赶紧给大师拍照吧。等了很久，很饿了，先来拍一下美食啊！我们一共点了6个菜，但是我一共就拍6张吧，1倍拍全部，2倍拍单张，还是他们的默认设置。有一说一 ，iPhone 这个拍美食还可以，但是呢，会感觉比实际上的要稍丑一点啊。华为是识别到了美食的啊，这都是他们的默认设置。哎，华为这个还可以嘞，这个2倍虽然是主色裁切的，但是我感觉颜色什么的还挺准的嘞。三星呢，我是没有看到它有什么 A 不 AI 的，也不是特别好看，因为它在这种暖色的环境下，它拍出来在取景框上看是有点偏蓝的，而且颜色有一点那种假浓郁。当然，最终的成片不一定啊，有可能是三星的这个屏幕它本身就有一定的偏色吧，所以看上去感觉挺奇怪的。吃饭期间，我们就看 B 站的原画直播，打开弹幕，关闭声音。现在华为的亮度好像稍微有一点点高啊，我们给它调暗一点点。我们老蹦个群啊！是你们2个太垃圾了，好不好呀？就你特立独行，闹嘛！就你，我摇你跟不上国际的步伐。一边去。刚刚看了30分钟 B 站视频了 ，iPhone 只剩31了。三星也剩31，华为还有40%，遥遥领先。我觉得保2争3不一定能争住啊。哎呀，不对，保2争1说错了。还保2争1呢？去吃甜品吗？你自己去吃吧。你今天要去啊？我今天要上厕所。欢迎我们的新嘉宾呢。哇，好挤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进到这个逼仄的厕所里了啊，可以看到 iPhone 的联通直接无服务了，华为双4G，三星的联通好像有一点点信号吧。那我们先来打个电话吧。都通了。都通了啊！iPhone 恢复了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微信发着表情包，3、2、1，点。iPhone 有 iPhone 没有发出去啊？要转到什么时候呢？iPhone 好像要退赛了。感觉不用等了吧？好，我们直接换到微博吧。2、1，松。都很快啊！再来一遍，2、1，松。华为稍快一点点吧，往下滑滑看。华为的好一点啊！你看这个三星经常没有图片加载出来啊。华为也开始了。哎，刚表扬它就不行了。至于中间这个iPhone 已经查无此人了。华为。不过3G iPhone， 我牛掰！好的，现在我们再来刷一下抖音呐。我先来刷 iPhone， 好，刷不动了，不管它了。你觉得三星好像不太行啊？华为继续。哎，完了。哎，都要加载 ，iPhone 还是动不了啊。哎，华为现在咋了？完了呀，感觉华为更强啊，好很多的。三星勉强能看到吧，这种图片的可以。好，现在我们同时点的评论区，3、2、1，点。哎。三星线下怎么说呀？反超了，完了呀！华为行不行了？我们再换一个评论区试试吧。2、1，点，完了。还是三星会快一点啊，华为还是没有出来。好的，我们3台手机都切到了电信卡，它们都是4G 的。先打个电话，电信卡。iPhone 先通了，三星怎么回事？
哎，三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，通了。但有点慢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微信直接发3个表情包，3、2、1，点。哎，三星这个电信不太行哦。还没发出去啊？没有在转圈。这个电信是有信号的呀。4格呢？怎么回事？发出通了。现在我们再来刷一下微博，3、2、1，送。华为跟 iPhone 都很快啊。三星的电信就是有点问题啊，信号好差在这里啊。华为和 iPhone 再比一下吧，2、1，送。华为稍微快一点点，再来。2、1，送。还是华为快一点。确实华为强一点。那我们都往下刷看。华为还是好一点啊，它要加载的会少一点，而且加载的很快。我们最后再来刷一下抖音，来吧。iPhone 又刷不动了。刷一下叉叉。三星露馅2了。但整体表现是没有华为好的啊。华为就对它没什么影响啊。三星就断断续续的有这种黑屏的现象啊。来，我们再刷一下 iPhone 叉。哎，好了。好，我们同时点下评论区，3、2、1，点。还是三星这个电信会慢一些。缓过来之后 ，iPhone 跟华为都挺快的。那么这个厕所类的表现就这样了。整体来说，联通的话是 iPhone 表现最差，华为比三星稍微好一点点。电信的话呢是三星最差，华为比 iPhone 稍微好一点点。总体还是华为更强的。走了，3个人还是太拥挤了。就这人张拉屎，不准我们一起进去。我们已经到地下车库了，3台手机现在全都是4G 网络。来，我们来扫一下3、2、1，1米微信。我调到iPhone。哎，三星好像有点反光吧？那我们重新再来一次。来，3、2、1，走。结果华为又反光了，能不能行？OK， 我们现在要统一个人拿了2台啊！来，3、2、1，走。你没对准，不是，其实速度还是都挺快的嘞。还是微信啊，我们现在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到5米的样子。现在灯是亮的啊，3、2、1，走。好，都对准一点，好像都在放大，但好像是扫不出来的，往前慢慢挪。华为扫到了。有，其他2台呢？哦，三星也扫到了。啊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走，你可以滚。你走吧。就这个 iPhone 吗？哦 ，iPhone 会差一点点啊。三星跟华为还是稍微强一些哦，但他们离那个二维码都还很远啊。我们现在到这个很暗的位置来扫一下二维码，微信1米，3、2、1，走。都挺快的 ，OK。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左右啊，来，再来一遍，3、2、1，走。三星的取景框好亮哇，华为，哇，好强啊！哎，不都说什么最里面的这台每次什么光线暗嘛，华为扫出来了。三星好像在努力的寻找。三星也扫出来了，但是它比华为要慢。在最中间的 iPhone 却没有什么反应，你往前走一下。我看不见二维码。iPhone 往前挪了大概有1米了。哇，怎么说啊？华为遥遥领先。没办法了，这怎么写啊？三星也彰显了它的大厂风范啊。iPhone 就狗屎。现在我们来打微信视频通话，现在都他们的前置，并且默认的情况，没有开启美颜。我想说的是，中间这台 iPhone 是最亮的啊，也有可能是它屏幕最亮了。但是从这个画质上来看的话，三星的这个是感觉挺好的，这个画质不比 iPhone 差哎，而且它前置还蛮清楚的，而且连流畅度好像也，三星也是 OK 的，你们感受到了吗？这个流畅度明显有点卡。对，然后 iPhone 感觉比三星还卡一点，三星这么厉害吗？这个环节，我本来以为这个环节是 iPhone 稳赢的，华为这边的话就显得人会稍微白一点啊，也有可能是它没有环境色自适应吧，对，就会显得整个人有点惨白。美颜效果的话，其实 iPhone 这边是最明显的了。哇，开一下华为的美颜看看。好，开启美颜，开启美颜就好了一点点吧，没有特别大的区别，不是那种很假的了。iPhone 其实这个人的脸上还会有点过曝啊，三星这个就非常舒服看着，而且又真实又不丑。
也是有一点点美颜效果的。我们再看一下后置啊，华为的美颜已经关了。后置的话呢 ，iPhone 还是最清楚的。三星的话就跟普通的安卓机没什么区别，显得有点糊糊的。华为的呢会比三星还是要清楚一点啊，取景范围倒是没有很大的区别，三星的会稍微窄一点。OK， 走吧。大家看到这个设备的时候应该就知道了吧？我们要开始录视频了，今天还没有录过视频的。哎，为什么突然换了一个场景了呢？我的问题，谢罪。啊，我把那个视频的2分钟素材的原视频文件给弄丢了，导致这个视频的原片看不了。现在来补拍一下这个素材。所谓的呢精神洁癖，我们联系他说这个有问题，他连回收站都清空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赛博洁癖没办法，光速清空。那你今天就跑过来，在这里我们就补拍一段，好吧？现在这个天气呢也是阴天啊，但是比那一天可能会稍微亮一点。依旧呢拍一下我们的优雅小宝，哎，优雅，都是他们的默认设置，然后是他们的标准防抖，2分钟4K 60帧，来帮我点。我现在慢慢的向他走过去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防抖，从我的视角里面看。这个三星的屏幕真的好暗呐，然后颜色好奇怪啊。iPhone 的就是最接近我真实看到的啊。这三星是什么呀？你可以过来拍一下吗？大家看一下这3个手机现在在取景框里面呈现的效果啊。这个三星是什么呀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这个三星非常的暗呀，这个三星看到没？很夸张啊。华为跟 iPhone 都还比较好，然后 iPhone 的是比较接近我真实看到的。那我现在缓慢的向它转圈，走着转啊。因为今天没有太阳直射，所以也看不到这个炫光了。现在往上面跑过去，防抖上我还是觉得三星比较好啊。现在我在跑着转圈，防抖我感觉是三星好一点，但是在这个画面里呢 ，iPhone 还是会接近肉眼所看到的。华为其实也还接近，但是从取景框里面看，它是会比较偏红一点的。OK， 时间差不多喽。那我们在这里拍一下照片啊，还是远处的长沙音乐厅啊，这里大概就拍10张左右吧。哎，有长焦还是不一样的，我就只拍他们都有的焦段了啊。三星有个3倍，但是其他2台没有，就不拍了。而且三星那个3倍其实只有1000万像素。我真的感觉今天这个华为红枫原色影像啊，有点奇怪吧。很不原色呀，也有可能是华为这个屏幕的原因啊。我从取景框上看，真的跟我们肉眼看到的很不一样。如果成片有些区别的话，我在后期的时候补一些吧。从取景框上看，华为的这个25倍感觉没有 iPhone 的好，但成片应该是吊打 iPhone 的。三星的取景框真的好稳啊，防抖是真的做的可以，可是颜色也好怪啊。可能是它这个屏幕，三星呢就是要找一下，它找了之后还是挺稳的。然后取景框上就是三星，它没有很多的噪点，但是清晰度也不是很高吧。因为 iPhone 最多也就25倍了，那我们再往下拍也没什么意义了。这边的建筑啊，再拍一点点，直接就5倍、10倍。我觉得10倍他们还是没有很大的压力的。华为在这种情况下识别出来日出日落啊，我不明白，好吧，我把它这个日出日落关掉吧，我不让它识别了，因为确实现在不是日出日落。他把谁识别成了太阳？可能是我吧。从取景框上的话，华为的这个清晰度是最高的啊。从这个取景框上看 ，iPhone 的这个颜色是非常准的，但拍出来确实不一定。iPhone 其实到10倍它也没有很糊了，只是感觉噪点有点多。我们在这里拍了10张照片，2分钟4K 60帧视频，打了10分钟的微信视频通话，在厕所测了信号，在地下扫了码。现在 iPhone 只剩16%的电了，华为还有25%，三星也还剩余16%。然后今天一共是使用了4小时42分钟的手机，现在才不到4点呢，我感觉他们马上就要结束了。那我们就照着地图车载导航去河西吧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上车了，3台手机，我们选择的导航路线都是银盆岭大桥啊，但实际上我们会走南葫芦隧道，等会儿看看他们谁的反应会快一点。好的，朋友们，我们等会儿会在这个红绿灯路口直行啊，导航路线是掉头，看谁的反应快一点。这反应速度都大差不差的，挺灵敏的。我们发现三星之前切换的是橘子洲大桥啊，我们让它手动给它改成了南葫芦隧道。现在3台手机的路线是一样的了。3个人还是太挤了。这
这不要脸的坐在前面，每次就坐在前面。会有个人要坐前面吧？总是这个人不要脸。我们刚刚观察了一段时间的3台手机的车道定位啊，发现三星的实际位置真的是准一点的嘞。就我们在哪条车道，它就会立马会跳过去。我们现在再来一个左转看一下，这个左转3台手机的反应差不多，都挺快的。看看这个 iPhone 的3D 车道，它识别的是什么呀？它这个图像这2台手机就不太一样。等一下，怎么回事？左边的华为，看它识别到了一个什么路线？现在他们3台手机都是马上要进入到隧道了。OK， 我们进到隧道里面了。华为的亮度是降得最快的。等一下，华为这进程好像和另2台手机差的有点多呀，怎么差了快100米了？三星怎么还是这么亮？三星就该亮的时候不亮，好吧？暗的地方它就猛亮。华为刚刚在不知道的地方突然跳了一下进度，现在 iPhone 的进度最快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行驶在这个弧线上了。华为和三星的进度差不多 ，iPhone 会快100米。好的，现在3台手机的进度差不多统一了 ，iPhone 应该是有一点快的。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岔路口呢，我们现在正要准备进入到岔路口里。看 iPhone 在这停住了，三星怎么也停住了啊？25米不动了，华为也停住了，完了，哦哟，我们马上就要驶出隧道，汇入到主路了。三星又快进了，刚刚被我发现了。iPhone 也快，哇 ！iPhone 和华为同时快进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汇入到主路上了。3台手机在隧道里的表现都不大好吧？终于要到目的地了，我们3个在这个后面真的要急死了。我们刚刚高速地图车道导航了24分钟，现在已经到了目的地了。整个过程中呢，在直路上表现最好的是三星啊，它的变道的识别非常的快。iPhone 和华为表现则是差不多。至于在隧道里面呢，3台表现都挺一般般的。但是在出隧道的时候，他们3个都停住了，并且快速的变动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25分啊，这是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了，所以显得他们电量都会比较少啊。华为还有20%。iPhone 只有11%了。三星还剩余12%的电量。今天我们的亮屏时间到现在是5小时10分钟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扫一下共享单车的2维码，然后再喝点东西吧。支付宝共享单车2维码，你快送。哎 ，iPhone 没有转账。三星会稍微慢一点啊。三星也没有广告，但是华为就扫得快，它就有广告啊。就刚才扫完码以后，突然就从11%掉到了9%，iPhone 和三星都是的。我要争2，好吧，你就保3吧。再用支付宝扫了店门口的2维码，撤。哇，都好快。等一下 ，iPhone 什么意思？网不好呗，iPhone 的网不行，扫是都挺快的。完了，还没进去。这还没进去呢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记超前草了啊。华为是联通的5G 啊，现在变4G 了。然后其他2台都是联通的4G。我们刚刚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啊，我们来点击一下发送，点。三星完全没有那个过程，我怎么感觉三星这个软件是有优化的？搞什么呀？我们都是几乎同时录制完成的。iPhone 完了呀 ！iPhone 为什么这一次要处理这么久啊？跟上午我们发的情况差不多。你看 iPhone 只要一出来，它还是有进度的。三星已经发了一半了，但是屏幕亮度还是三星会比较暗一点啊。我们刚刚是开关过的。可能因为华为是5G 吧。iPhone 跟三星其实差不多，然后华为怎么感觉它那个网络有一点犹豫啊？5G 就不行啊？对，它在什么时候又切到5G 了？动了，4G 就动了，4G 就很快了。它刚这里网络被5G 卡了一下。我们现在来下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啊，点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 iPhone 已经停住了啊，它要重启了。快重启，快！直接点。三星的进度遥遥领先啊，但是华为的亮度遥遥领先啊。这个三星怎么回事啊？下载东西肯定是看速度的嘛，看亮度有什么用啊？你不够亮，然后你看都看不到的下多少啦？这个三星让我想到了另一家蓝厂啊，但是那一家蓝厂其实现在的很多机器都不偷了，华为已经超过了。我觉得 iPhone 也可以超过，加油 ！iPhone 它已经重启过一次了，我不点它，它就一直卡在1兆。朋友们 ，iPhone 已经超过三星了。你不是说下得快就行吗？但是你要重启呀，重启就不行了。哇，超了，马上要超了！我要见证历史性的时刻，国服第1马超是吧？摇得好！哇，超过了 ，iPhone 超过了，我的天！
重启以后还是有用啊，只要下得快就行。就是很慢。哎，好机会，三星要超过华为了。华为无忌。好，一个数据了，三星现在是第2了，三星好像又要超过 iPhone 了，iPhone 停住了。什么意思啊 iPhone 它已经超过 iPhone 了。iPhone 6停了，三星现在就是最快了。这就是3巨头嘛。你不仅重启，你现在是最少的。三星下完了 ，OK。它的后面变得很快。虽然有点波折，但还是稳住了第一。哇！哎，华为是变坏了，它现在已经领先 iPhone 20多，快30兆了。华为下完了 ，iPhone 234兆。大概80%吧。其他2个下完之后 ，iPhone 的速度也并没有变快。就到这了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45分，然后3台手机今天亮屏已经5个半小时了。接下来我们就会打一把王者荣耀，我觉得 iPhone 和三星在这个中途就会死掉了。下午我们依然是打王者荣耀10v10啊，游戏设置是6人加自定义最高。为什么给我选了个辅助啊？那这把被对面平推了怎么办？你玩的什么？我不知道谁给我选了，鲁班大师。那你要换吗我不换，我要坚持到最后。你们2个待会就挂机了，我知道。 ？iPhone 刚刚黄了2、3下又变绿了，三星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华为也没有任何问题 ，iPhone 就是垃圾。红了3、4秒又绿了。哎呀，真垃圾啊！我这个三星的延迟大概在30到50之间啊。华为也是一样，这个 iPhone 在50左右啊。这里还会变黄变红啊，我们2个没有任何问题啊。又变黄了。好，现在80的延迟了。这把游戏我们现在打了5分钟，华为还有12%的电。iPhone 只有3%。三星还有3%，我这个保2能不能保住啊？肯定保不住了。我华为就在旁边看戏了。我支持，别支持。支持谁？我支持 iPhone，为什么不支持三星啊？因为我以前就用三星的，三星最后5%掉的巨快。华为刚刚460了，现在还是黄色的，看到没？持续了有20-30秒，在原地不动。三星没有任何问题啊，哦呦依旧稳得可怕。 ，iPhone 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刚刚只是黄了一下下，现在延迟是40左右。黄了一下就不是问题，就一下下，哦，现在又黄了一下。一下下不是一下，我从来没有黄过。飞舞啊，家人们，谁给我选的辅助啊？心态崩了，这把游戏10分钟不到被对面推了。我10个人我打了32%的输出。现在 iPhone 还剩1%，我还得再来一把。哎呀，废物废物。你多少3%啊！华为还有10%，1%你还要再来？赶紧开始。进入你是房主，你是房主。进入反杀时间，能不能再把华为给反杀了？你这个1%想把华为10%打掉吗？我打三星应该还有可能吧。别待会进游戏就少个人，好吧？我想笑。我们今天的王者荣耀是没有开游戏模式的啊，因为我们觉得60人加自定义最高这个画质，如果也没有什么游戏模式的必要了啊，负载非常低。我好卡，我感觉马上就要关机了，我现在帧率好低，只有40帧、30帧，能有30帧呢？好卡好卡30多，好卡好卡！你的现实性能了，30帧，30你看，哎，卡住了，要关机了吧？关机了是吧？应该，啊，关机了。现在是下午的5点01分。那就是再加16分钟16分钟，5小时46分钟，来2%。完了呀！保不了了，保了个3，哎，华为还有多少？7%。9。你还想打过华为的9%啊？三星还有1%了，宁可站着死啊，要跟华为战斗到底。华为9%啊，丝毫不慌啊，把华为干翻好吧？你道理直讲。我直接把这个手机吃掉。先转8千再说。iPhone 16 Pro Max 今天王者荣耀游戏内的时间才不到40分钟啊！唉，这个表现让我情何以堪呢？我们平时一般都是120帧，然后拉到最高打大概1个小时到1个小时10分钟的样子啊。等会儿我要想想怎么给它洗。我们今天负载确实王者里面是比较低了，但是打的是10v10了。哎，三星开始黄了2下，你也有预兆了？有可能，但是黄2下就好了，但帧率没有变啊。华为现在还有8%。恶魔的低语，华为是全程没有出过问题吗？刚刚是有一段时间，大概20秒的时候，先变红，然后再变黄的，其他时间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刚460了，现在又变黄了。你就小状况不断呀。让我再坚持6分钟，我突破6个小时，我不能当只有5个小时的人。你今天没电了。好，刚说完。现在几点09，就是5小时54分钟。此时华为还有7%的电量，坚持到了最后。那么待会我们就会进行一波总结。你把这把打完吧。不，2个挂机的怎么打完啊？点了打完3嘛，你看这个打完还剩多少嘛？我们饮茶吧，来吧。
我们赢个场。对，就差15分钟，所有人就会在中间集合开打。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东西，我操，好刺激啊！这种酣畅淋漓，不动脑子，4杀5杀。下午的第2把王者，我们是打了快17分钟啊，只剩我在孤军奋战，并且拿下5杀，带领队友走向了胜利。10个人拿下5杀没什么好说的。那我一个人打5个啊！现在下午的5点16分，华为还有4%的电，它现在亮屏时间就是6个小时01分钟。还是666。那么今天的测试就到此结束了，待会儿我们会进行一波总结，待会儿见。那么就由我 iPhone 16 Pro Max 今天5小时46分钟的续航时间来开始今天的总结。首先来说一下，今天天气最高温只有11度呀，而且绝大多数下都是阴天，而且今天整体的负载也不高，尤其是王者荣耀它只有60帧。虽然打的是10v10，但是整体时间很少。iPhone 16 Pro Max 整体就是老生常谈的那些问题了，它的信号不是很好啊，尤其是它只能双卡单通，它在厕所里面的联通表现也不是特别好。它今天表现跟这两台手机来说比较好的就是40-60帧的录像非常稳，以及微信视频通话的后置镜头很好，还有它的亮度表现可以，但是它手动最高不能拉到像 Mate 70 Pro 加一样那么亮。所以它整体表现真的是乏善可陈了，我要硬洗也给它洗不出什么优点，唉，那么让三星说说吧。今天三星 S25 Ultra 它的续航时间是5小时54分钟，然后它今天有几个点还是非常的令我惊喜啊！我这台是台版啊，刷了国行系统，它这个导航真的是强的非常可怕，超越了其他所有的手机吧可以说。然后它的那个前摄的视频通话也是非常的清晰，甚至比 iPhone 还要清晰。然后它的扫码也是非常的厉害，和华为都是很强，比 iPhone 要强很多。表现比较差的地方呢，就是它的亮度比起华为和 iPhone 都是要低一些的，但是它的自动亮度又很奇怪，在比较暗的情况下它又显得非常亮，这是我觉得体验不是很好的地方。然后就是它这个续航呢，虽然它5000毫安时能做到这个成绩，也还行，但是我觉得你要跟其他的6000毫安时的机器比起来还是差太远了。还有一个比较差的就是它在厕所的时候，它的电信卡上网的时候表现很差，比 iPhone 还要差。然后它还有一个表现很好的地方，就是它的微信上传非常的快，比他们2个都要快很多。然后它的下载呢速度也是还不错的，和华为互相领先吧。我觉得符合我的预期吧，但是导航真的是远超我的预期。哎，无敌是多么寂寞。现在就由我这个华为 Mate 70 Pro 加金丝银井来做一下最后的总结。不是金丝银井，这个不是金丝银井，这个不是吗？这个是白色啊！别管了，别管了。它的今天续航成绩是6个小时01分钟，并且还剩下了4%的电啊！这个成绩其实乍一看还不错，但由于我们今天的整体负载是偏低的，所以其实它的续航也没有好到哪去啊。至于另外2个就是屎啊，就不说了。换到我们平时那个强度来说，估计5个小时都不知道能不能吃得到，什么120帧加自立最高的王者啊，120帧加极致的金钱啊，我们都没有上的，啊，所以整体续航呢，它只能是矮子里面拔将军的那种。它今天表现最令我满意的就是它的亮度啊，虽然今天阴天嘛，但它的亮度看起来非常的爽啊。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信号了，在信号非常差的那个厕所啊，不管是联通还是电信，它的信号表现得非常好。不令我满意的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导航了吧，远远弱于三星，也弱于 iPhone 啊，总是慢好几拍。而且论绝对性能，它这个芯片还是会略差于 iPhone 跟三星的啊。略差吗？略差，某种是大名鼎鼎的 A18 Pro。那你说是差到什么程度呢？那我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相信华为，我支持华为，华为最棒了，续航非常满意。还有什么吗？你就非常满意了，你刚才说明明是不满意的。串子，死串子，出马脚了，死串子。另外还有充电啊，华为是100瓦啊，虽然说不算高，但是比这三星 iPhone 直流，这快都不知道快到哪里去了。还有它的扫码，也是3台手机中表现最好的，无论是暗光还是亮光，它的扫码速度都是非常快的。至于拍照呢，我们就交给大师来进行总结。拍照稍微说一下，就是这个华为 Mate 70 Pro 加呢，因为我们之前是测过 Mate 70和 Mate 70 Pro 的，它现在是鸿蒙 4.3 的版本，我觉得它的红枫原色影像没有前面的2台，至少在取景框上看到的要接近真实啊。可能因为它是 RYB， 所以那个偏色呢是感觉得到的。可是大家看成片是不一定的啊，因为它那个屏幕也没有环境色自适应，也不知道最终它那个成片呢会不会比较接近我们真实看到的啊。这个大家就自己看一下。那至于 iPhone 呢，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就是微距也不行啊，然后长焦端其实表现也挺差的，只是说它的取景框体验还是不错的。从取景框上的话是这
3台里面最接近于我们人眼所看到的，体验是比较好的啊。三星呢就很难评，就是它的取景框看上去其实跟真实没什么关系。然后至于成片的话呢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行吧，但是你要真的跟现在比如说 vivo 啊他们去比照片的话，我觉得应该是比不过的啊。尤其是那个录像吧，它偏的是最多的。那个从屏幕上看的那个颜色真的跟我们实际很不相符啊！大家看到这一视频的时候，应该小米15 Ultra 也发了，OPPO 跟 vivo 的 Ultra 也在路上了，它大概就是这么个水平吧，感觉跟那些 Ultra 是没得打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1键3连。